云和亲手将长义推下深渊后，独自一人站在了顺德和仙师府弟子对面。他血迹长剑将悬崖四周用阵法覆盖，阻止众人去搜寻长义，并主动出招攻向顺德。猝不及防的一招，伤了半数仙师府弟子，连同顺德的法冠也被消掉。顺德气愤至极，命人取其性命。可此时的云和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几个回合下来，众人竟然不是对手。但随着他不停施展法术，体内的两股力量开始相冲，让他瞬间没了法力。但云和知道自己不能退，他必须为长义争取时间。看着他不屈的模样，顺德开始有些慌乱，令人疯狂射箭。云和将剑化作盾拼命抵挡，却终究没挡住这人多势众。可哪怕被射得遍体鳞伤，他依旧咬紧牙关站起来，一次次的被箭所伤，却又一次次倔强的不愿倒下。他知道自己多站1分钟，长义就会再安全一点。顺德又气又怕，忍不住自己出了手。这致命的一箭终于让云和再也站不起来，他的血顺着手指一滴滴的掉落，比那截断了的红绳还要鲜艳。顺德的心放了下来，命人去崖底搜寻长义，只是这心放得有点早。云和在听到他的命令后，竟再次飞起身来。随着他的苏醒，身后突然出现了9条尾巴，眼睛也呈现出妖艳的红色。玉灵师在一瞬间奇妙地化身九尾狐，变成九尾狐的云和势不可当。随着阵阵红光，众人毫无还手之力。他来到顺德面前，平静地看着那个嚣张之人。顺德此时一脸恐惧地步步后退，云和舒畅极了。就在他准备出手击杀顺德时，突然一阵光芒从天而降，将他撞飞了出去。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仙师。出于对云和体内力量的好奇，他并没有杀了云和，而是将他带回了仙师府。云和从一个牢笼又被关进另一个牢笼，但他早已不关心自己，只是欢喜着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终于是自由了。可他却没料到，此时的长义正重伤昏迷中。云和一早就算准了悬崖下有水可以帮助长义恢复伤势，也算到了他一直将海螺放在胸口处能抵挡匕首带来的伤害。可他却没算到，自己本来只有1个月的生命，却因为体内两股灵力相冲，而另外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灵脉，化解了寒霜之毒，并且衍生出灵丹。现在的云和已成了拥有双脉和灵丹的怪物，再加上他体内的鲛珠有修复的功效，这让他在顺德的手中受尽折磨却无法解脱。顺德的花样层出不穷，云和过得痛不欲生，而仙师却放任不理他，不停地在试探他身体的极限。但人能被束缚，心却不能。每次酷刑，云和都会笑着面对，因为只要想到长义是自由的，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这笑容让顺德每次都咬牙切齿。在云和度日如年的岁月里，唯一能带来安慰的就是那段和长义在一起的回忆和他并没有被抓住的消息，于是他只能不停地画着鱼儿缓解相思。另一边，长义跌落在溪边，被他的随从罗索发现，并有幸地遇到了从仙师府逃离出来的空明。两人将长义带到了人间客栈疗伤，而他苏醒后第一件事就是抓起已残破的海螺，不顾重伤来到那棵许愿树下，将系满祝福的绸带化成灰烬。长义终究是恨上了云和，他带着满心疲惫回到了东海，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父亲被迫害、东海封禁的消息，而长义自己也被顺德派来的人打伤。一番大变故之下，他瞬间成长起来，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几人逃往了北院后，长义将满腔恨意化成了动力，拼命往上爬。总算不负所望，他有了和顺德对阵的资格。经过严密的部署，这次对阵竟让顺德吃了大亏。他恐惧之下想用云和来威胁他，却没想到当时爱有多真，现在恨就有多深。顺德没想到云和用命拯救的人竟然如此恨他，顺德最终还是被仙师救了回去。可一向骄傲的他吃了如此大亏，如何能罢休？于是他再次找上了云和，而另一边的长义还是将顺德的话放在了心里，这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云和，解开心中的疑惑。于是为了救出云和，他不惜从遥远的乐游山请出青羽鸾鸟，牵制住了仙师。此时的云和正在与顺德对峙，他召唤出9条尾巴，灵力瞬间大增，浑身的狐火逼着顺德步步后退。就在云和准备继续上前时，突如其来的反噬硬生生地打断前进的脚步。顺德趁机站起身向他走了过来，火一样的鞭子顺手就抽了过去。云和连忙甩出长剑抵挡，并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剑丢了出去。顺德的脸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他不敢置信地摸着自己的脸，疯狂地直冲云和而去。眼看性命危在旦夕时，一道蓝光将顺德击飞。在云和震惊的眼光中，那个朝思暮想的人已站在他面前。好久不见，长义将云和带去了那个熟悉的山顶。曾经他们在这里畅谈理想，互诉情谊，可如今的两人却走到了这般地步。长义嘴里说着恨之入骨，却又舍不得见云和受苦，还将自己的灵力注入鲛珠帮他疗伤。他将云和带回了北渊，把他囚禁在湖心的小屋之中，人是救出来了。可在空明诊断后，却告诉他，由于长期的遭受折磨，
云禾体内已经开始出现反噬，也许所剩的日子不多了，这让长义更加疯狂地想将他留在身边，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开窗就能见到飘舞的雪花，这让云禾开心极了，可惜他还是没能逃脱被囚禁的宿命，这一生不过是不停地换着牢房罢了。长义除了每天盯着他吃饭喝药，并不多说一句话，但会为他幻化出漫天繁星，也会教训欺负他的仙师，只是无论云禾如何恳求他就是不愿放他离开。长义将自己逼进了一个死胡同，一边恨着他，一边又期待着能有个解释。他不放过他的同时，又何尝放过了自己？可云禾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又怎么忍心告诉长义当年的真相后自己撒手人寰，留他一人面对无尽的孤独？两人都在为对方着想，却又在彼此互相伤害，这种窒息的状态让云禾无时无刻都想逃离出去。他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像风一样自由，